两个大国刚刚结束会晤，全世界原以为会迎来缓和信号，结果美股在利好落地后暴跌，科技股一片血红，特斯拉跌了4.6%，Meta 暴跌11%，英伟达、微软、亚马逊全都撑不住。一夜之间，投资者从期待变成恐慌。有人说这是万圣节行情，但对我们来说，更像是一场全球资金的再分配。问题是，这次美股暴跌会不会反而成为马股的机会？这次美股下跌并不是坏消息造成的，反而是好消息被炒完的结果。这就是那句老话 ：Buy on rumor, sell on news。市场在会晤前、降息前，早就把所有的好消息都预知完了。当利好兑现，聪明资金第一时间就离场。所以呢，这一轮暴跌其实是预期的反噬，不是基本面崩坏，而是情绪出清。美联储虽然降息，但市场却没涨反跌，说明流动性并没有真正进入风险资产。这时候，资金自然会去寻找更稳、更安全、更便宜的市场。而东南亚，尤其是马来西亚，正逐渐成为他们的下一个落脚点。这次被打得最惨的是科技股 AI。芯片、云计算全线下挫，连甲骨文这样的 AI 风向标都暴跌超过6%，机构开始质疑 AI 是不是成了新的2000年泡沫。于是呢，全球资金开始回流，黄金上涨，医药股上涨，银行、公用事业开始走强，典型的防守性逻辑重新启动。对马股来说，这就是关键的转折信号。资金在回避高估值，也在寻找高股息。最近几周，马银行、联昌、公用事业、消费品板块的成交量都在升温，这不是巧合，而是资金的迁移。短期来看，美股的下跌会带来情绪冲击，但中期来看，却是一次价值再平衡的机会。当全球投资者寻求避险，马股的高股息加低估值加稳定现金流组合，自然变得更有吸引力。特别是银行、公用事业、保险、消费这些板块，在波动市场中更能展现韧性，而且 ETF、Co-op 这些机构资金近期都在稳步加仓蓝筹股，这说明本地市场的底气正在回归。从技术面看 ，KLCI 在1500点附近反复震荡，但底部支撑相当稳。MACD 资金流指标已经从负转正，动能在慢慢恢复。只要 KLCI 稳住1480，年底冲击1550不是幻想。换句话说，现在不是恐慌离场的时候，而是冷静分批建仓的时机。当然不建议盲目梭哈，节奏很重要，资金在切换，行情也在换挡，要跟上而不是追上。马股投资可以从3个方向入手。第一，防守型板块，银行、公用事业、消费品，现金流强，派息稳，是资金回流的核心标的。第二，复苏型板块，建筑、零售、旅游、酒店，国内消费持续复苏，政府基建支出也在慢慢释放。第三，科技长线布局 ，AI 与半导体仍是未来趋势，但别急着抄底，等外资重新进场，订单恢复时再慢慢建仓，那才是真正的低风险切入点。别人恐惧时不一定要贪婪，但一定要保持清醒。美股的暴跌未必是马股的灾难，有时候大国震荡反而让区域市场迎来喘息的机会。马股正处在一个被低估却逐渐苏醒的周期里，以及机构布局的动向，机会从不眷顾犹豫的人，而是留给那些提前准备好的人。